Hello， 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歡迎來到我的頻道。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真的會徹底改變我們工作模式的話題。我先說，這不是那種教你幾個 prompt 小技巧的內容哦，而是要直接告訴你，怎麼樣把 AI 訓練成一個能為你全天候工作的自主研究員。你沒聽錯，就是讓他自己工作，而你呢，你只要負責當個專案經理，發號施令就好。好，那我們先來想一個問題哦。你現在都是怎麼用 AI 的？是不是還停留在你問一個問題，他回答一個問題的這種模式？他就像一個超級聰明的實習生，對吧？你得一個口令一個動作地帶着他。雖然他能力很強啦，但說真的，這樣其實蠻累的，因為你必須要全程緊盯着他，然後不斷地給出下一步的指令。老實說，這個過程真的非常消耗你的精力。但是如果我現在告訴你，一個全新的時代已經來了呢？在這個新的工作模式裡，你不再是那個什麼事都要自己來的微觀管理者，而是搖身一變，成為一個只需要制定大方向的策略家。也就是說，你只要設定一個高層次的目標，然後就可以放手了，讓一個 AI 團隊，或者我們說一個超強的 AI 代理人，自主的去執行、去除錯，甚至進行自我修正，一路跑到終點，直到達到你設定的目標為止。好，為了讓大家可以徹底搞懂這個概念，我們今天的內容會分成幾個部分來聊。首先，我們會先談談所謂的 AI 協作新典範到底是什麼。接着，我們會用一個超級硬核的宇宙學研究專案當做實際案例。再來，重點來了，我會直接給你一份 AI 研究員的養成手冊，然後呢，再教你一個小技巧，去搞定 AI 有時候會出現的那個惰性問題。最後，我們來看看這個方法到底取得了多驚人的成果，然後一起思考一下，這對我們來說到底意味着什麼？好，那我們就馬上進入第一部分 ，AI 協作的新典範。它的核心概念其實講白了就4個字，就是從指令轉變為授權。你可能覺得這聽起來很像管理學課本裡的東西哦，但它確確實實就是我們未來跟 AI 一起工作的最核心的概念。我們直接來比較一下這兩種模式的差別有多大。所謂的舊模式就是我們現在很熟悉的對話式迴圈，你來我往，你需要持續的監督，確保 AI 沒有走偏，對吧？但是新模式呢，是你只要設定一個高層次的目標，然後就直接授權給 AI， 讓它自己去規劃路徑、拆解任務、自主執行。你想想，這就讓人力的角色從一個微觀的管理者，直接提升到一個宏觀的策略制定者。這中間的效率差距，我跟你說，真的不是同一個量級的。光講理論可能有點空泛，我們直接來看一個真實的案例。最近 Anthropic 公司的一位研究員就讓他們家的 Cloud AI 去挑戰一個科學家等級的超難任務，就是要來驗證這個新模式到底可不可行。那這個任務到底是什麼呢？簡單來說，就是要 AI 從零開始去寫一個叫做宇宙學波爾茲曼求解器的程式。你可能沒聽過這個東西，沒關係，你只要知道這個程式超級無敵複雜。它的用途是去預測宇宙大爆炸之後留下來的那些餘暉，也就是我們常常聽到的宇宙微波背景輻射。而且這個任務的要求還不只是寫出來而已，它更要求整個程式碼必須是完全可微分的。這個術語你不用懂，你只要把它想象成這能讓程式的每個部分都變得極度靈活，可以拿來做更深度的分析。所以在科學計算的領域，這是一個技術門檻非常非常高的要求。我再強調一下這個任務的難度哦。像這種等級的工作，在過去通常需要一個由頂尖物理學家和程式設計師組成的專業團隊，花上好幾個月，甚至是好幾年的時間才有可能完成。而現在，他們要把這個如此艱巨的挑戰全部交給一個 AI 代理人。好的，那接下來這一點就超級重要了。到底要怎麼做才能把一個 AI 模型真的打造成能夠自主工作的研究員呢？其實關鍵就在於要幫他建立一個完善的系統。在這裡，我們把它整理成一份養成手冊，裡面有4大核心要素。這4大要素分別是什麼呢？第一，一份明確的作戰計劃。第二，一個能記錄成功和失敗的長期記憶；第三，一個能指引方向的成功羅盤；還有第四，
一個方便協作和追蹤的協作系統。好，我們現在一個一個來看。首先，我們來看作戰計劃。在這個專案裡，研究員建立了一個叫做 CLAUDE.MD 的檔案。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份專門給 AI 看的專案簡報，裡面詳細說明了這個專案的最終目標、設計的思路、技術要求，還有怎麼樣才算成功。最關鍵的是，這份文件是動態的，也就是說 ，AI 在工作的過程中會自己去更新這份計劃，把新的發現或方向的調整都記錄下來。好，第二個要素，長期記憶，他們是用一個叫做 changelog.md 的檔案來實現的。這東西就很像是 AI 的實驗日誌啦，它會記錄下所有做過的事情，特別是那些失敗的嘗試。比方說，日誌裡就有這麼一條記錄。AI 說，我嘗試用 cheat5 這個方法去解長微分方程，但發現系統太僵硬了，行不通，所以我已經切換到 Cavanero 5這個方法了。你看，這一步真的至關重要，因為它避免了 AI 像失憶一樣，不斷重複犯同樣的錯誤。再來是第三個成功羅盤，這在專案裡叫做 Test Oracle， 說白了就是一個測試的基準。因為你不能讓 AI 漫無目的的工作嘛，你必須給它一個非常清晰的成功標準。所以在這個宇宙學專案裡，他們就用已經存在的很權威的程式碼當做標準答案。AI 每寫出一段新的程式，就會馬上跟這個標準答案比對，這樣它就能立刻知道自己離目標還有多遠，方向到底對不對。最後第四個是協作系統，在這個案例裡面，他們用了 Git。這是一個工程師們廣泛用來管理程式碼版本的工具，這就讓 AI 的每一次修改、每一次嘗試都被完整的記錄下來了。這樣一來，身為人類的專案經理就可以隨時回溯，去查看 AI 的整個思考過程，並且在必要的時候介入。好，這四個要素結合起來，就構成了一個超級強大的自主工作框架。我們繼續聊下去哦。有了這套系統之後 ，AI 基本上就能自主工作了。但這就跟管理人類員工一樣，你會發現，即使是最聰明的 AI 有時候也會耍點小聰明，會出現一種惰性。這點真的很有趣。那我們要怎麼管理這位聰明但偶爾又想提早下班的 AI 員工呢？這個現象啊，學術上被稱為 agentic laziness， 我們姑且可以把它翻成 AI 惰性。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說，當 AI 面對一個很複雜、有很多步驟的大任務時，他有時候會找到一個借口，提前跟你回報說：“老闆，我做完嘍。”但實際上，他可能只完成了80%，還有一些收尾的工作根本沒做。這點，是不是跟某些人類員工的行為模式真的有點像，對吧？為了要解決這個問題，研究員就發明了一個很簡單但是超級有效的計較，叫做 The Ralph Loop。這其實就是一個自動化的腳本啦。當 AI 跟你說它完成任務的時候，這個回圈就會啟動，然後開始不斷地追問它：你真的都完成了嗎？所有的子任務都檢查過了嗎？你確定哦？它就會一直問，問到 AI 在多次確認之後，100%保證所有事情都做得滴水不漏，這個回圈才會停下來。這就像是一個有點囉嗦但又非常盡責的品管經理，專門要來確保 AI 不會偷懶。好的，所以我們現在有了完整的系統，也解決了 AI 的惰性問題。那麼最終的成果到底怎麼樣？我跟你說，這真的是最令人興奮的部分。結果顯示，這個 AI 在短短幾天之內就完成了人類專家團隊可能需要花上好幾年才能完成的工作。當然啦，這個過程也不是說一帆風順的。從 AI 留下的工作記錄來看，在專案剛開始的時候，他寫出來的程式那個預測結果的誤差其實非常大，大到根本不能用。這就很像我們人類在學習新技能一樣，一開始總是會跌跌撞撞的。但是重點來了，因為我們給了他一套完整的自主工作系統，有作戰計劃，有長期記憶，有成功羅盤，所以他能夠不斷地進行自我學習、自我修正。他就這樣日以繼夜、不眠不休地跑了好幾天，完全不需要任何人類的介入。幾天之後，奇蹟就發生了。AI 寫出來的程式碼，它最終的預測誤差成功的被降低到1%以下。你各位，1%以下，這是一個非常非常驚人的數字。1%的誤差是什麼概念？
這代表他寫出來的這個軟體，它的精準度已經可以和目前全世界頂尖的宇宙學家們他們在用的那些科學軟體相提並論了。你只去想一下，一個需要專家團隊耗費數年心血才能達成的里程碑，現在一個 AI 代理人在短短幾天之內就獨立完成了。這種效率的提升根本就是革命性的。聽完這個案例，我們真的不能只是覺得哇好酷哦，然後就結束了。我們必須要認真思考這件事情對我們的工作、對我們的未來到底意味着什麼。其實這是一個關於機會成本的思考。在過去，對於一個科學家來說，晚上回家睡覺前，如果他沒有把一個實驗給跑下去，那整個晚上的時間就等於是浪費掉了，這就是一種機會成本。而現在，我認為這個概念必須要更新了。當我們手上已經有了可以24小時不間斷工作的 AI 代理人時，如果你晚上下班之後沒有布置一個任務讓他繼續為你工作，那麼這同樣是一種巨大的機會成本。最後，我想留給大家一個問題：當你的競爭對手，不管他是在學術界還是在商場上，都已經開始利用 AI 代理人，在你睡覺的時候，還在幫他們推進專案進度，尋找解決方案。這個時候的你，還打算繼續等待嗎？我想，這個問題真的值得我們每一個人好好的深思。好，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我們見證了從指令到授權的全新工作模式，也學會了打造自主 AI 的4大系統支柱。更重要的是，我們必須開始用機會成本的視角來看待這項技術，因為不使用它本身就是一種落後。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記得馬上點讚加訂閱加開啟小鈴鐺。我們正在衝訂閱，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們下次見，拜拜。